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你说现在这世道啊，赚钱多不容易，对吧？可就有那么些个外国的大牌子啊，这一边是伸着手从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口袋里啊大把大把的捞钱，这一边呢又变着法的恶心你，给你添堵啊。近日啊，这个瑞士手表品牌斯沃琪啊，因一张眯眯眼宣传图啊引发争议。好家伙，我当时一看啊，被气得半死哦。图片上一个模特啊，看着像是个亚裔，两只手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眼角使劲的往上面一拉，弄成了一个眯眯眼的造型。哎呦喂，我说大哥，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套呢？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或者不太了解情况的会说，哎，这有啥呀？不就一拍照姿势吗？是不是咱们太敏感、太玻璃心了？嘿，你还真别这么说，这事啊，它就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这就是个赤裸裸的歧视问题。咱们得先搞明白啊，这个眯眯眼这个动作，它到底是个啥来头？在西方人的语境里啊，尤其是过去那些充满偏见的历史里，这个动作啊，就是专门用来模仿和嘲笑亚洲人的，特别是中国人的。你去看看他们100年前那些丑化中国人的漫画啦、电影啊，这里头那些所谓的中国人形象，一个个都是吊着眼角、留着长辫子、阴险狡诈的样子啊。这玩意儿啊，它刻在他们那个歧视的历史文化基因里了。其实说白了啊，这就跟对某些族裔啊做特定的侮辱性的手势一样，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动作，它背后啊带着100多年的恶意和偏见啊。他们甚至还有一道专门的童谣，里面就把这个中国人啊形容成 Trink Trink Chinaman， 眼角斜着像猪的眼睛一样。你听听这话恶毒不恶毒啊？所以当这个斯沃琪这样一个国际的大品牌把这么一个带有强烈的侮辱性含义的动作堂而皇之的挂在自己的官网上当宣传照，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是在夸你的眼睛长得有特色吗？别逗老，他就是在阴阳怪气的告诉你，嘿，我们知道这是歧视，但是我们就是做了，你能怎么着？这事一出来，网上当然是直接炸了锅了。咱们中国的网友可不是吃素的呀，直接就把斯沃琪辱华这个词条给骂上了热搜。那家伙评论区里全是问号和怒火，大家伙的意思啊很明白，你斯沃琪想赚我们中国人的钱可以，欢迎，我们开放，我们好客，但你不能一边数着我们给你的人民币，一边呢转过头来就给我们一巴掌，骂我们是猪眼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眼瞅着这个事情闹大了，公关团队急了呀。斯沃琪公司一看，哎呀，这火烧得有点旺啊，得赶紧灭火啊。于是乎，在当天晚上就发了个道歉声明，洋洋洒洒是写了一堆啊，说什么他们高度重视啦，第一时间全球范围内删除了图片，对造成的冒犯和困扰深感抱歉。听着是不是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反应快，态度好，又是高度重视，又是深感抱歉的。你要是光看这声明啊，可能还真觉得他们挺有诚意的。但是啊，魔鬼藏在细节里。有这个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啊，他们那个什么官方道歉信啊，全文呢是英文的，发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啊，是他们自个儿的团队翻译过来的。问题啊就出在那个翻译上。英文原文的最后一句话啊，那个味道就不太对。翻译过来之后啊，那股子歉意啊，跟兑了水的酒似的啊，淡的都快没味儿了呀。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是你们想多了，我就是不小心踩了你们的雷区，我下次注意还不行吗？别耽误我卖表啊！这哪是道歉啊？这分明就是在向人民币低头啊！而不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忏悔。他们怕的不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怕的呀是自己钱包里的钱变少了。你说这能叫真心实意的道歉吗？这不就是一次典型的危机公关吗？一套标准流程走下来啊，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们玻璃心呢。而且啊，这种吃饭砸锅的事儿，这斯沃琪他也不是头一个了。这前面翻了那么多车，他咋就不长记性啊？咱们来数数，就这几年有多少国际大牌在中国市场上翻车了？远的不说，就说那个著名的意大利奢侈品牌啊，杜嘉班纳，那真是作死界的天花板啊！2018年，他们为了给这个上海的大秀预热，拍了几个宣传片，叫《起快吃饭》。视频里啊，一个画着奇怪妆容的亚裔模特拿着筷子，用一种非常笨拙、非常怪异的姿势去吃披萨。旁边啊还配上一个阴阳怪气的男声旁白，整个视频从头到尾就透露着一股我们高等文明啊教你们这些原始人怎么吃饭的傲慢劲儿啊！
这视频一出来啊，中国网友就不干了，说你这是在丑化我们的文化，筷子我们会用，用了几千年了，用不着你来教。结果呢，网友去跟他们的设计师对线，那个创始人之一叫什么斯蒂芬诺·班加纳的，直接在这个网上破防了呀，跟这个网友对喷啊，那话说的简直是脏的没法听，什么屎一样的国家，什么没有你们我们活得更好啊！我的天呐，这是人话吗？这已经不是歧视了这是公然的侮辱和谩骂，这下就彻底捅了马蜂窝了。全中国的明星模特集体罢演他们的大秀，直接导致那场号称史上最牛的秀在开始前几个小时就黄了。各大电商平台一夜之间把杜嘉班纳的所有商品全下架了，那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最后咋收场呢？那2位创始人录了个视频，跟死了亲爹一样，愁眉苦脸的用这个中文说了句对不起。Due buci. Ci siamo sempre innamorati, siamo sempre stati molto innamorati della Cina, l'abbiamo visitata, abbiamo visitato moltissime città, amiamo la vostra cultura e certamente abbiamo ancora molto da imparare. Per questo ci scusiamo se abbiamo sbagliato in nel nostro modo di esprimerci. Faremo tesoro di questa esperienza e sicuramente non succederà mai più, anzi proveremo a fare di meglio e rispetteremo la cultura cinese in tutto e per tutto。 你信他们是真心悔改吗？我反正是不信他们要是真觉得错了，那个设计师就不会在网上喷脏话了。他们道歉是因为他们那场秀砸了几千万上亿的真金白银，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中国市场的前路被自己亲手给堵死了。你以为杜嘉班纳是个前车之鉴，能给其他牌子敲个警钟吗？并没有。就在杜嘉班纳事件后没多久，2019年的8月份，那几天简直是国际大牌道歉日。今天呢，范思哲道歉，明天呢，Coach 道歉，后天呢，纪梵希道歉，那是排着队来为啥呢？有网友发现这些牌子出的 T 恤上有问题比如范思哲的一款 T 恤背后呢印着城市和国家，北京背后是中国，北京 China， 纽约背后呢是美国 New York USA， 这都没问题可是到了香港和澳门它后面直接印的是 Hong Kong 和 Macau， 把这2个城市当成独立的国家了。Coach 也一样在一款 T 恤和官网上把这个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列为国家，还有这个纪梵希、亚瑟士这些全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朋友们，这已经不是眯眯眼那种文化层面的歧视这是在挑战我们国家的底线触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说他们是无意的吗？一个两个说是疏忽，我姑且就信你了。那这一大串一整个夏天扎堆的犯同一个错误，你跟我说是巧合，谁信一个面向全球，尤其把中国当成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大公司，你的产品设计、你的法务审核，连这么基础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你们公司是不通网还是活在19世纪所以这些事连起来看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这些外国大牌骨子里就透露着一股傲慢，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市场就是个巨大的提款机他们研究怎么从你的口袋里掏钱，研究的透透的什么节日限定款，什么生肖纪念版，那玩的比谁都溜。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真正的去尊重你，去了解你的文化、你的历史和你最在意的底线。他们觉得反正你们记性差你们离不开我们这些高大上的牌子我今天辱华了没关系我道个歉呗，姿态做足，然后呢，过段时间找个流量明星代言一下，打折，搞搞促销，您不还是得乖乖回来买单？这就是他们的道歉剧本，一个百试不爽的套路。首先就是明目张胆或者暗戳戳的搞歧视，触碰你的底线。如果被发现了，这事情闹大了，网上全是骂声，那就赶紧发个不痛不痒的道歉声明，把这个锅甩给什么文化差异了、审核不严了、外包团队失误了，反正不是我的本意。接着呢，就是冷处理一段时间，等这个风头过去最后卷土重来，继续捞钱。
你看斯沃琪这一次不就是走的这条路吗？道歉声明里把这个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好像自己才是那个不懂事、不小心踩到地雷的无辜小白兔。可是咱们中国人咱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你是不是真心实意，我们看得出来。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谁给了这些品牌一边靠着中国赚钱，一边有公然的歧视我们的勇气呢？我觉得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刚才说的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偏见，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他们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文化才是主流的，他们看待我们还带着100年前的滤镜，觉得我们愚昧落后，可以随意的调侃和欺负。那第二是他们的团队里缺乏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有话语权的中国人。一个广告创意从这个策划到出街，那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啊？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来眯眯眼这个动作有问题吗？要么是真没有说明你公司绝对是有问题，那要么是有人看出来了，他不敢说，或者说是说了也没人听，那说明你公司的文化有大问题，根本就不尊重中国员工的意见。这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可能确实对某些品牌过于宽容了，有些事情发生了骂也骂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嘛，看到打折看到新款还是忍不住真香啊，这种记性不好就给了那些品牌一种错觉，觉得道个歉就没事了，反正你们的抵制也持续不了多久。但是他们没看到的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豪感空前高涨，我们有自己的国潮品牌，设计又好，质量又硬，我们又不是非你不可，我们欢迎所有友好的国际品牌来中国发展，大家一起赚钱，合作共赢，没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必须得尊重我们，尊重我们的国家主权，尊重我们的民族感情，尊重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是底线，没得商量。你想吃中国的饭就得守中国的规矩，不能像杜家班纳那样吃着我们的饭还骂我们是屎，也不能像这个范思哲一样吃着我们的饭还想把我们的桌子给掀了，更不能像这个斯沃琪这样吃着我们的饭还当着我们的面做侮辱我们的动作。这种行为一次是偶然，2次是巧合，3番5次的发生那就是故意。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品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钱包来投票。你的道歉我们听到了，但接不接受要看你的行动。如果行动上还是老样子那对不起中国的市场很大，但容不下你这尊又傲慢又无礼的大佛。所以朋友们，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别光生气，把这事儿记在心里，告诉身边的朋友，让他们都明白，我们中国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想要站着把钱挣了，就得先学会尊重2个字是怎么写的。这个事儿说起来就来气，但是也让我们更清醒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自己硬气才能赢得别人真正的尊重。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